管不好，看排汗量就知。医生，血管有病的人排汗多，有这3异常。50多岁的老王从年轻就在工地打工，多年的劳累给身体积攒下不少毛病。过去几年里，他开始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一些变化。最初，老王只是在做较为剧烈的体力活动，如搬运重物或快速行走时出汗。渐渐的，即便是进行日常轻松的活动，例如慢慢走路或晨练，他也会满头大汗。为了不麻烦家里的儿女，老王开始尝试了网上说的调整饮食和增加运动量来改善这一状况，但似乎并无明显效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老王发现自己在夜间也会出很多汗，经常需要更换枕头套和床单。他的老伴也开始注意到这一点，并多次建议他去看医生。但老王总是觉得自己除了出汗多以外，身体并无其他不适，所以并没有看医生。这天，老王晨跑回来时，突然感到胸口闷痛，并伴有短暂的呼吸困难。虽然这些症状很快消失了，但他意识到情况可能比他想象的要严重。经过家人的坚持，老王终于去医院进行了全面的体检。检查结果显示，老王的心脏功能并不理想，有轻微的冠状动脉疾病迹象。老王的故事提醒每一个人，对于身体的任何不寻常表现都不应轻视，他们可能是身体发出的早期警告信号。医生，血管好不好，看看排汗量就知道了。为啥出汗和心血管有关？在身体健康方面，我们一提到心脏都会引起非常大的重视，因为心脏是我们人体的重要器官，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心脏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给我们身体供血，它就像是一个抽水泵，让我们的血液能够日夜不停的在我们的身体里循环不断。我们呼吸的每一口空气中的氧气和吃的每一口饭里的营养都会传输进血液，心脏就能将其传送到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供给能量。而患上一些常见的心血管疾病，比如心肌梗死、冠心病等之后，会大大损害我们的心脏功能，让心脏的功能大打折扣。它就像用了很久水泵还积了水垢，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心脏能够像原来一样强有力。届时我们的心脏泵血能力严重下降。由于心脏能力的下降，将会直接的导致全身的组织供血不足。但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身体会通过增加心率和心肌收缩力来提高心输出量。这是因为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想要尽可能的保持平衡。一旦一方面出现差错或者是异常，我们的身体就自然而然的变化另一项来进行调和。而随着我们的心脏能力愈加下降，过高的心率和心肌收缩就会导致我们的出汗异常。另外，当我们的心血管出现问题，导致心血管疾病发生时，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就有可能出现失调。自主神经系统包括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两部分，它们在我们的身体里复杂调节着我们的内脏功能和血管的张力。在其中的交感神经会受到心血管疾病的干扰之后，就会产生对应的应激反应。过度兴奋的交感会让我们的身体释放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等激素等，这时候过度兴奋的交感神经会导致心率加快，心肌收缩力增强，血管收缩，更加增加心脏的负荷。其根本就是因为心血管疾病的发作打破了我们的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平衡，本来两部分神经相辅相成，我们的交感神经就好比是战斗，能让我们出汗变多，精神更加集中，呼吸加速，让我们更加兴奋。而相反的，副交感神经会减轻我们的出汗变多状况，并且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消沉，呼吸平稳和冷静。这种出汗状况就是我们的交感神经占了上风，把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压了下去，从而导致我们的出汗异常。这时候我们的心脏负荷便会增加，心肌耗氧量增加，从而加重病情并促使汗腺分泌汗液。常见异常状态。夜间出汗。如果血管不好，常见的就是在夜间会大量的出汗。这样的人在睡一觉起来后摸一摸床单，往往是潮乎乎的。夜间出汗量大，还会很大程度的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想一想，在这种潮湿的环境里睡觉就不舒适。另外，心血管疾病导致的夜间出汗，往往还会伴随着心绞痛等症状。这是我们还处在睡梦中，病症的发作也会十分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例如冠心病的病人，
如果冠心病在晚上发作的时候，会导致体温升高，由此出汗量变大。不仅如此，夜间出汗还可能跟患者的心绞痛、交感神经的过度活跃、心肌缺血等多种病症息息相关。像患绞心痛的患者，它是心脏冠脉窄导致的病症。当病症发作时，会导致对应区域的心肌陷入缺血和缺氧，便会出现在睡眠时的出汗。还有心力衰竭的患者，也往往会出现夜间出汗的状况，因为患者在平卧后造成回血，导致心脏负荷加重，从而造成出汗异常。2. 无原因的出汗。另一种出汗异常的现象是无原因的出汗。这样的患者会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做啥运动，甚至只是在沙发上坐着就会突然的出汗。这种无原因的出汗还是挺讨厌的，明明平常也没干啥，但是一天下来我们的衣服就会一股子汗臭味。尤其是夏天，别人虽然天气热会微微出汗，而这种无原因出汗严重的多，甚至汗多到挡眼睛。如果只是出汗多那也还好，毕竟如果不痛不痒也是可以接受。但是这种无原因的出汗之后，我们会感觉身体异常的虚弱，不仅平常做一些日常的工作提不起精神，走路还有活动的时候也感觉身体变得沉重，时间一长整个人精神就不好了。而心血管功能减损也会导致的自主神经系统失衡，这时我们身体的器官不能通过心脏泵送到足够的血液，进而造成异常的出汗状况。在这个过程中，比如当心脏病发作后，病人会先因为心脏的异常现象做成一系列的病症，例如心绞痛和心肌梗死。这时候发病的心脏冠状动脉变得狭窄，又或是堵塞，进而引发了心肌的缺血还有缺氧，而使得出汗异常。3. 出汗与运动不匹配。不管是哪一种出汗异常，基本上都是作为我们的生命源泉的心脏无法兼任其将氧气与养分输送到我们器官的重任所导致的。因为只要是作为泵血的心脏出了毛病，比如患上了常见的冠心病等心血管病之后，大大的衰弱了泵血功能，让我们的身体出现毛病。这些心血管疾病导致的出汗与运动不匹配的患者，通常表现为在进行轻微或中等强度的运动时，容易触发心血管疾病，导致出汗异常的风险。这时候我们就能明显的感觉到，貌似有源源不断的汗淌出来，明显跟正常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并且完全不匹配我们的运动量。这时往往就会表现出就做了一点点的运动，但是我们却淋漓大汗，就像刚从桑拿房出来一样。3. 如何预防和缓解。为了预防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我们要学会制定一系列的方法来了解和应对。虽然高脂肪、高胆固醇、高盐与高糖的食物好吃，但是不可多取。大量的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会大大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我们应该试着习惯去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类以及低脂肪蛋白质，并且养成一个好的健康的饮食习惯。另外，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等，能很好的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改善我们的身体，增强身体机能。一个健康的锻炼习惯还能让我们的体重能够保持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这样也能大大减少我们心脏和血管的负担。吸烟与饮酒皆是心血管疾病的幕后黑手，我们应该下定决心去戒烟戒酒。这两个对心血管疾病的危害是非常之大的。许多的心血管疾病患者都是有长期的吸烟和喝酒的习惯。长期的吸烟会大大削弱我们肺部的能力，从而减少我们血液的含氧量，导致我们的心血管问题。长期的喝酒也对我们的心血管健康有着非常大的危害，因为长期喝酒会很大程度的增加我们心脏和血管的负担，让其不堪重负。总结，这些因为心血管疾病导致的身体出汗异常的状况，往往会给病人带来身体和精神上双重的损伤。我们一定要养成好习惯，趁早去预防和了解这些我们的身体异常的状况。一旦感觉身体变得和往常不太一样，能明显的感觉到不同，就不要拖着，尽早的看医生确定病情。永远不要嫌体检麻烦，未雨绸缪往往不是坏事。很多患者都是开始不在意，才导致了最后无法弥补的后果。你有出汗异常的状况困扰吗？你是怎么看待出汗异常和心血管健康的关系的？